在流量如流水的内娱，王一博以32个代言、90%续约率的硬核数据，证明了稳才是顶流的终极密码。从高奢到国民品牌，他用7年无他防的冷感专业，让品牌方尝到了长期主义的甜头。赛车手、演员、舞者的多面叙事，最终汇成一句商业真理：靠谱才是最贵的奢侈品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TGN Star News 频道。有一说一，在这个内娱流量更新跟手机系统升级式的年代，有人还能靠代言做到7年不掉队，32个商务还甩别人一大截。我觉得吧，这事本身就挺值得琢磨的，光夸一句商业天花板有点太糊弄人了。先把硬核数据摆桌上，省得有人说咱瞎吹。权威数据里写的明明白白，截至2026年5月，王一博手里握着32个代言，其中20个是全球代言，4个高奢级别，续约率接近90%，人家谭健次23个，丁禹兮21个，看着也不寒碜，可架不住这差距是真肉眼可见的台阶式。而高奢那一块更有意思，香奈儿、罗意威这些传统大牌，本来对艺人选择就特挑剔，还是那种带排他条款的，结果呢，一个中国男艺人硬是串了3大竞品集团，这在奢侈品圈里算老黄历都会写一笔的程度。说实话，我刚入行那会儿，品牌找代言人最看重的就是一个词：安全。啥叫安全？就是别塌房，别乱说话，别一夜之间变负面教材。而现在你看王一博这履历，7年高强度曝光，赛车、综艺、影视、时尚活动一个没少，还是跑赛道那种高风险项目，结果商业口碑不但稳，还越干越多，这对品牌方来说简直就是省心套餐。我就纳闷了，按常理，顶流这东西很少有能扛7年的，很多人火一阵靠的是话题堆出来的温度，比如恋情、绯闻、综艺综到崩溃的那种存在感，而王一博这路数就挺轴的，赛车就老老实实练车，演戏就埋头进组，综艺也不特爱上，社交平台发个自拍都让粉丝等，偏偏就是这种不爱说话的性格，让品牌觉得特靠谱。你看啊，高奢这块最怕啥？最怕形象不稳定。品牌的调性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攒出来的，找一个代言人等于把牌匾交给他拿着走街串巷。而王一博身上那种冷感、克制、寡言，刚好跟奢侈品那种我贵但我不解释的气场对上了。香奈儿需要的是一种带距离感的时髦，LOEWE 玩的是艺术审美，不需要过度热情的代言人，需要的是站在那里就能讲故事的脸。这方面他确实吃天赋红利，而光有脸不够，你要看现在内娱多少小伙子长得也不赖，怎么就没拿下来这么多奢代？问题是品牌越来越在意统一个人叙事，谁能在多个领域保持同一条线，谁就占便宜。王一博这几年的公众形象基本就是冷静加专业加野心加努力的组合，他做什么都是往专业上靠。赛车拿职业车手证不是玩票，跳舞出身，舞台多年来保持水准。影视圈哪怕有人喷演技，他也是一个戏一个戏堆。品牌看的是长期走势，不是微博热搜词条。而说到续约率接近90%，这数据在当下这种代言换的比手机壳还勤的时代，其实可太难得了。品牌续约有一个潜台词，合作周期里，你不但没给我惹麻烦，还帮我赚钱。这就牵扯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带货。说到底，代言人在光鲜，最后落到销量上。从飞科、库迪咖啡到白象这种国民品牌，我身边真见过那种原本没打算买，
结果因为他代言，点开看了看，最后真的下单的消费者，尤其白象那波公益属性加持，我身边老一辈的亲戚都知道，就是那个爱赛车的小伙子代言的方便面，你说这转化不转化？反正我自己有一次特直观的感受，某次在机场看到一个小姑娘推着行李箱，箱子上贴的是某高奢香水的广告贴纸，代言人脸特熟，一看是王一博。她跟闺蜜说，我就是因为她才去柜台闻的味儿，闻着合适才买。这话简单粗暴，但对品牌来说就是最朴素的商业闭环。而话说回来，很多人容易把顶流理解成粉丝多、话题多，可你看现在的数据结构，顶流之间已经分层了，有的是话题顶，有的是商务顶。王一博这种，说难听点，是慢半拍的那种商业类型，短期话题不一定最热，但商业曲线是稳步上扬那种。头部固化本来就是商业规律，真正能冲进这层的，多数不是靠一部剧、一档综艺，而是靠品牌愿意为你砸钱砸时间。品牌这边也不是慈善家，全是精明账。说到别人，你看谭健次23个，丁禹兮21个，还有侯明昊靠剧爆后 Q1 新增14个，这都说明一件事，内娱商业盘子依然大，流量也不是一家独大。但问题在于，高奢和全球代言这块是最稀缺的资源。普通代言像连锁便利店，高奢代言像胡同口那家100年老号，一条街就这么几家。这块资源偏偏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，而且还一直续约，这就是断层。很多人会问，品牌怎么不多分点给新人？你想啊，品牌方不是资本市场的慈善基金，人家要的是稳定收益。而王一博这种7年如一日的存在，让他们看到了长期主义的真实收益。广告预算投出去，不用担心哪天半夜被官宣翻车吓醒，这种心理安全感是其他新人短期爆红给不了的东西。其实我挺佩服一点，在国产品牌这一块，他没端着。正常逻辑，大部分艺人摸到高奢那条线之后，会对国货挑3拣4，怕掉价，怕冲突。而他这边是高奢和国货双轨并行。飞科是国货电器里的代表，酷迪拼的是下沉市场的咖啡消费，白象主打一个国民情怀，这几块客户群体不完全重合。等于说，他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城市白领加下沉市场加年轻粉丝3合1的带货载体，商业抗风险能力自然就上来了。这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有点抽象，简单点讲，就是你别把鸡蛋全放一个篮子里。娱乐圈一样，某一类合作如果突然收紧，比如高奢那边调策略，你其他品类还能托底。从目前看，王一博这盘棋走得挺稳，高奢负责立标杆，国民品牌负责铺开用户基础，二者互相拉抬。而且你看他代言品类几乎覆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护肤、香水、服饰、咖啡、家电、食品、出行工具，这就是标准的全品类渗透。我有一次刷短视频，甚至刷到过老乡家里那个剃须刀广告，叔叔大爷们讨论的不是艺人，而是这牌子还可以，广告拍得挺干净。这就是品牌想要的，代言人存在，但不抢产品风头。说到底，艺人只是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桥，而不是戏精。赛车这块我的多说2句。你说一个艺人非要上赛道，这对品牌来说本来是高风险行为，但偏偏他跑的是正规赛事，参加专业车队，整个体系是闭环的。媒体长期报道里，85号车手已经成了他身上的独立标签，不是噱头。专业背后是一套可控风险的体系。
对品牌来说，这种把危险玩得井井有条的人，比那种动不动就作妖的艺人靠谱太多。再说影视，从2019年开始，他的影视作品其实不算特别多产，但每一部都会在商业上有同步动作。品牌方盯的是这种作品加商务联动的能力，比如剧播期间带动某个品类销售，或者角色形象和线下活动结合，都是钱能看见的地方。流量艺人谁没有剧？关键是谁能把剧热加商务热重叠起来。这块很多人短期冲上热搜，但广告主没跟上。而王一博身上是品牌跟着走，不是话题跟着走。2026年5月这波新数据出来，还有个小细节挺有意思。Rocket 乐奇这个全新代言会在5月20日官宣。你说选520这天做官宣，本身就挺会玩情绪营销。品牌预热剪影 TVC 分段释出，一步一步吊着网友、粉丝等待，路人围观，话题自然就起来了。这种节奏感，其实背后是专业团队在跑盘，艺人是执行端。但你要是艺人不配合、不稳定，团队再强也白搭。我觉得吧，内娱这几年给大家上了一个课，短期流量永远有人接棒，但商业上的不可替代性，谁也不能靠运气。你可以说他沉默，你可以说他不爱综艺、不爱营业，可数据不会骗你。32个代言，接近90%的续约率，4个高奢，20个全球 title， 甩第2名9个身位，这在商业世界里就是冷冰冰的硬通货。当然，咱话说回来，这种格局不是铁板一块，谁也保不齐未来几年有没有新的爆款。但站在2026年5月这节点回头看，从2019到现在7年顶流不倒，还越走越高，内娱里还真找不出第二个。有人靠话题活着，有人靠作品翻盘，而他明显是把商业价值当成一份长线职业在经营。在一个爱看笑话的互联网环境里，这种无趣的稳定听着不刺激，可对品牌和市场来说简直是香的不行。反正就一句话，流量会过期，热搜会洗牌，代言名单会更新，但那种你一看就知道这人靠谱的稀缺气质，还真是钱砸不出来的。王一博现在站在这个位置，说难听点是资本挑出来的，说好听点也是他自己一点点踩出来的路。至于以后还能站多久，就得看这个爷们愿不愿意继续这么稳的往前熬呗。